好了，又隔了一段时间，我们现在就来做 iPhone 18 Pro 18个重大的更新，那跟大家分享上市时间，还有所有细节的规格。那我们直接开始吧。好，那现在已经来到了6月，那距离 iPhone 18 Pro 的上市呢，跟发表只剩下3个月。那其实非常多的这些爆料规格也越来越接近 Final， 因为基本上已经在试产的阶段了。那我们今天就会做这些所有规格还有上市日期的总整理啦。那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18个重大的更新分成4个不同的部分。那第一个就是外观设计，还有它的美学升级。那第二部分就是它萤幕还有硬体结构的升级。那第3个部分我们会来讲到相机系统的升级。那第4个部分呢，我们讲到无线通讯啊这些晶片连接的升级。但开始前我们还是要说啦，这些爆料啊规格的整理还是在业界上面的传闻，那这些都均未经过苹果官方的证实啊。那如果你要最终最正确的规格的话，那就要等苹果发表会。那我们直接开始吧。好啦，首先第一部分我们就会来讲到外观设计还有它美学的升级。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外观的颜色。那我们上次有比较细节去讲过它每个颜色的Pantone色卡。那我们先讲回 iPhone 17 Pro 系列啊，那他们从先前的钛合金改到铝合金的外框。那在17 Pro 上面呢，它有橘色、蓝色还有银色，只有3个颜色的选择。那我觉得设计外形上最大明显的差异，但是它镜头模组的增大，还有这边下面在铝合金连接玻璃处，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长方形，有人说是酸痛贴布的造型。那现在目前呢，在18 Pro 上面呢，可能会取代这款橘色的颜色，目前传出来就是这个樱桃的红色。这个针对每个人调出来的颜色，或者我们看到Pantone色卡，我觉得是有点那种暗红暗紫的这种色调。那这个呢，可能就会是今年在招牌上最明显的一个主打色。那其他另外还会有浅蓝啊、深灰，还有银色3色，所以可能回到4个颜色的设计。那针对这个深樱桃红色，目前是有非常多爆料的来源，不管是 Bloomberg 或其他的来源都有在证实说，这个应该是可信度非常高的一个传闻。好，那第二点呢，我们来看到它机面的背板，有人说后面这个玻璃超瓷晶盾的部分也会再做升级，但最大的重点是在它这个铝合金跟玻璃结合的地方，因为在17 Pro 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它会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贴布的切割的区块出来。那这个不只是在银色，可能在橘色、在蓝色都会非常的明显。那据现在的传闻是说，在这一代上面，他们在玻璃跟铝合金这个色调的调角上还没有办法调成非常一致，所以既然没有办法让它一致的话，为了不要让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太明显的色差，他们做出这种双色色调的设计。那这个好不好看看个人，我自己是觉得还不错。那现在在18 Pro 呢，他们传闻说这个背后超瓷晶盾的地方会导入更雾面透明的一个工艺，他们让他们机背在视觉上面可以更有层次感。那最大的重点是让它在玻璃跟铝合金的结合处，它色调可以更加的相近，那甚至可能在它旁边的缝隙看起来都不会像这一代这么的明显。那关于这个部分呢，目前比较多的来源都是来自微博，所以还不能100%确认啦。但上面讲法是说，苹果现在有一个方法可以让玻璃跟铝合金的色调更加接近，那这种时候就不用刻意去掩盖这个切割出来的形状，而去做出这种双色调的设计。所以可能在18 Pro 全系列上面，我们看到整个机身啊，它会更有一体性。好，那第3点呢，就是有更小的动态岛。那其实动态岛从 iPhone 14 Pro 开始到现在，基本上尺寸都没有改变。那像传闻说18 Pro 将首次有 Face ID 的泛光照明器移到萤幕的下方。那这种时候呢，它的动态岛上面的切割处就可以把这个地方盖起来。那这样在这个切割处的地方，它只需要保留前镜头还有红外线的相机，它可以让动态岛整个物理黑色的面积缩小 35%。那这边提到确切的尺寸，它说宽现在是 20.07 公里，然后会缩小到 13.5 公里，这个是蛮大的缩减耶，变成到2/3左右。那关于这个传闻，现在有4个不同的来源都指向会往这个方向设计了，所以可信度算是蛮高的。好，那第4这个就是比较坏的消息啊，就是它的机身可能会更厚。那据说是为了引进这个相机上面的升级，那不管是在主镜头跟长焦上面的调整啊，在机身厚度上面也要做出一点妥协。那现在17 Pro 的系列呢，他们的厚度是 8.75 公里，他们说会提升到 8.8 公里左右，那增加约 0.05 公里。虽然在数字上面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多，但我觉得你在手感上面，尤其是拿到一个这么薄的机型上面，些微的增加你应该都会蛮有感的。那也因为这样，整体的重量呢也会从去年17 Pro 的206克增加到216克，那18 Pro Max 呢则会从17 Pro Max 的233克增重到243克左右。所以不管18 Pro 或18 Pro Max， 他们2个都会增加10克左右。但大家如果手上有17 Pro 的，你们可以去量量看。那像我手上这一款，实际量出来不是官方的233克，是231.2克左右。那你们手上的17 Pro Max 重量是多少？可以让我们知道。好吧，想要换强效的手机、更大的电池容量，应该很多人都是为了玩手游吧？那我最近在玩这一款，蛮适合现在
在来入坑。加上现在大家可以透过专属连接或是 QR code 来下载，那就可以享受到限时福利，免费获得巨大的新玩家套装，包括来自高等精灵阵营的传说英雄艾伦纳利亚。那看到最后，我还会再给你独家的兑换码跟秘密优惠，记得在下载后48小时内使用代码，5组兑换码里面可以选择1组来使用。那这边当然就看个人的喜好选择啦。那我蛮推荐可以选看像素帕德莱格，因为它可以让整个队伍每回合都变得更强，同时还能加速清除负面的效果，那增加队伍的攻击力和防御力，辅助的作用也更加显著。那很多人会认为呢，它是通过高难度关卡的必备英雄。那马上教你 Raid Shadow Legend 的新手入坑要怎么玩。那我个人建议是初始英雄选凯尔，它的范围伤害跟毒伤在前期效率最高，是绝对不会踩雷的选择。搭配刚刚提到的新玩家套装赠送的传说英雄艾伦纳利亚，它可以施加范围毒素并立即引爆，造成巨额伤害。那这个使它在巨龙和末日之塔等 PVE 内容中特别有效。升到15级还有额外的入门套装，加上一位史诗英雄巫果。那我这边还可以再兑换另一个传说英雄。那现在就点击评论区的置顶或者资讯栏最上方的连接下载，那也可以直接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但记得下载后的48小时内要使用代码，5个英雄中只能选其中一个哦。那大家快去下载试试看这款手游大作吧。好，那下一部分我们就来谈到萤幕还有硬体结构的升级后，那就是第5项升级。那在18 Pro 上面传闻升级会有定制的 LTPO Plus 的面板。那这边提到会针对微小电流驱动底板进行它的材料改良。那尤其当手机是处于 Always 上就水减萤幕低亮度场景的时候，它发光的效率会提升。那提升就是说它的亮度可能可以更清楚，但同时它的耗电会更少。那这边也提到它显示面板的静态功耗也不一定只有在水减萤幕的时候会比17 Pro 进一步的降低。那这个目前比较是从供应链端传出的消息，没有主流媒体去做这个确认。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面板在三星新机型上面的表现它的省电技术上面的表现，那我觉得这个可信度应该也是蛮高的。好，那第6点呢，还会有更大的电池在里面。那在17 Pro 呢，它电池容量我们讲 eSIM 的版本是4252毫安时，那17 Pro Max 在 eSIM 的版本是5088毫安时。那这个已经是 iPhone 系列以来有史以来续航最好的机型。那现在规格变化呢，在18 Pro 会从4252毫安时微幅调整到4350到4400毫安时。那18 Pro Max 呢，会从5088毫安时提升到5001到5002毫安时。那但我们台湾这边是使用 SIM 卡的版本，那我们的17 Pro Max 是大约4900毫安时左右，所以以这样的幅度的提升也蛮有机会，可能也会提升到接近5000毫安时。那再搭配现在新的2奈米处理器他们认为说整体的续航表现应该会比17 Pro Max 提升3到5个小时左右。好，那第7项就是更先进的 VC 均热板，还有整体里面结构的设计都会让它的散热更好。那17 Pro Max 是苹果首款他们有加入 VC 均热板的机型。那他们的设计呢，会让这个均热板跟它的周边的铝合金有部分的连接，让它热可以从它的边框导出去。那我们在实际体验下，其实对比不管是16 Pro 系列，更尤其是15 Pro 系列，我觉得它的散热表现都是更好。但这某些层面也有在它晶片的表现也是有差异。那规格的变化，他们说现在在18 Pro 系列呢，会针对 A20 Pro 全新的 WMCM 封装架构的热源分布，然后重新设计它的散热微流道，还有它的 VC 均热板的覆盖的形状。那属于第2代 VC 均热板的架构调教。那整体导热的效率也会受惠于这个新的处理器啦。那对比17 Pro 来讲，会有更进一步的优化。那讲到处理器，我们就讲到晶片与效能的升级那就是第8点的重大升级。那 A20 Pro 2奈米的制成的晶片，那在技术上面的对比呢 ，iPhone 17 Pro 上面的 A19 Pro 晶片是台积电的第3代3奈米。那这边提到是 FinFET 的架构，那相较于 N31 在同等功耗来讲呢，它效能提升5%左右。那在下一代 iPhone 18 Pro 上面会使用的 A20 Pro 呢，会有历史性的技术跳跃。那首度采用台积电2奈米 GAA 奈米片的架构。那在比较起来呢，在同等功耗下呢，它 CPU 和 GPU 的运算速度会比 A19 Pro 提升约15%。那在同等效能输出上面呢，它的耗电量可以降低约25%，那大幅降低它的核心发热。那同时也会受惠到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新一代的 VC 均热板。那整个理论上，不论是在它的散热或在它的性能表现，那甚至在它的续航表现上，都会有明显的进步。好，那第9点升级呢，记忆体规格的升级那这边在17 Pro 系列呢，其实全部都搭配12GB LPDDR5X 的记忆体。那像很多人在提到，到底18 Pro 会不会是维持12GB 的 RAM？ 因为其实有部分的消息指出可能会提升到16GB 的记忆体。那这个部分对于我们现在目前查到所有的爆料来讲，都是指向比较偏向还是维持在12GB 的记忆体。那当然最近这个记忆体的价格也是飞涨我觉得在这一代就提升到16GB 来讲呢，好像比较没有可能。但当然在记忆体上面没有提升，并不代表它的效能上面不会进步。
因为它处理器上面也是有进步。那第10点的升级就是晶圆级多晶片模组WMCM 的封装。那这边提到17 Pro 系列上面的 A19 Pro 采用传统的 POP 封装，那它晶片与记忆体之间仍有物理的微小间距，那这个某些层面会限制记忆体频宽。那他们说像 A20 Pro 呢，传闻会采用全新的 WMCM 封装的技术，那将它记忆体直接整合封装在处理器经历的同一超高密度基板上，那这个就会让记忆体与处理器之间的频宽大幅提升。那这个对于本地端的 AI 即时推的应用这个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那虽然目前没有非常多的主流媒体确认，但我们觉得它的可信度是蛮高的。那我可能就更期待未来的 MacBook Neo 如果再用上 A20 Pro 之后，它的表现会怎么样？那下一部分应该就是很多人在意的相机部分的升级。那我们就来到第11点，机械式可变光圈的主镜头。那这边对比 iPhone 17 Pro 的主镜头，它是4800万画素的 Fusion 镜头，它的光圈是固定的 f1.78。那现在在18 Pro 上面呢，他们传出的传闻是首次搭载 MEMS 驱动的6叶片物理光圈结构，那支援在 f1.5 到 f4.0 之间有非常多档位的智慧或者是你的手动可以去切换。那你可能在夜拍的时候，它就可以打开到 f1.5， 获取最大的进光量。那你在白天拍摄大景，或者说你今天要拍影片的时候，它可以缩小到 f4。那现在目前比较有争议就是说，到底是不是标准的 Pro 型号会有这个升级，还是要尺寸比较大、机身比较大空间的 Pro Max 才会有？那这一点目前还没有得到最后的确认。好，那12点呢，就全面统一的后置3镜头4800万画素。那其实在 iPhone 17 Pro 上面的3颗镜头就已经都是4800万画素。那他们说现在在18 Pro 呢，也是维持这样全部3颗都4800万画素的这个规格。但不仅在主镜头，我们刚刚提到的会有这个物理光圈的这个变化，他们说在长焦镜头上面的晶片也会提升。所以当你今天要进行夜拍，要使用这个长焦镜头的时候呢，也会有明显显著的进步。那这个就讲到下一点，第13点，他们说 iPhone 18 Pro 呢，他们重新设计的4重反射棱镜的光学内部结构。那这个就在长焦镜头上面，他们光圈会从现在的 f2.8 提升到 f2.2。那这个不管让你现在单纯就直接拍4倍或是拍8倍变焦的时候，在夜间暗光的场景上面，它物理的进光量都会提升约 60% 左右。那在比较暗的地方，你在拍摄不管是照片或影片，它都会减少噪点，那也会真正强化它的长焦夜拍的能力。那这个部分升级，我觉得可信度是蛮高的，因为我们其实在三星或其他手机厂上面也都看到，他们这一次今年的升级也是专注在这个长焦光圈上面的升级。好，那下一个第14点升级呢，就是前置镜头的升级。那其实，在 iPhone 17 Pro 的时候，他们前置镜头就已经升级为这个正方形的感光元件，那全部都已经提升到1800万画素。那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可以拍直的、横的，它都是不会用裁切的方式，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正方形的感光元件。那他们说现在在18 Pro 呢，他们前镜头会进一步提升到2400万画素，所以这种时候你不论是这个团体照、自拍裁切低光源，你要录影的时候人像表现，那或者4K 自拍的录影，那它整个影像的细致度都会大幅提升。那我先前在17 Pro 的时候，我就尝试用前镜头去拍 Vlog， 但发现在光源稍差，我不是说不好，可能室内的时候它前置镜头的表现，尤其在录影上面真的就是还是不太行。那所以据说这一次这个前置镜头2400万可能会普及到所有 iPhone 18系列，那甚至是可能晚点会出的 iPhone 18数字系列都会得到这样的升级。好，那第15点的升级，这好像不是太像是升级，算是改变。他说在相机控制按钮的地方呢会大大的简化。那现在在17上面它有这个触控还有这个压力感测的部分。那在18上面会移除表面电容触控，还有滑动的感应层，那会把它改回纯物理2段式压力机械的按键。那你可以轻按去对焦，重按去拍照，所以它还是2段式。那据他们说法，可以彻底解决误触的问题，然后整个操作的回馈感会更加的直觉，你不太再需要去猜说我现在压多用力是会让它有这个物理感测，现在是要去对焦的这个动作。那关于这个部分，主流媒体讲到的比较少，我觉得可能相对在意的人也不多啦，所以整体我们是在看它上市之后会有怎么样的改变。好，那下一个第4个大重点，我们会讲到就是第16、第17、第18点的升级。那这些就会比较专注在它的无线通讯还有晶片的升级那第一，我们就讲说苹果自研的 C2 5G 的晶片那现在在17 Pro 系列上面，它还是使用 Snapdragon S80 的数据晶片。那苹果自研的 C1 晶片呢，第一次出现是在17E 嘛。那再来我们在 Air 上面也有看到。那他们说现在在18 Pro 全系列就包括 Pro Max 还有那台折叠机。那传闻都会换上台积电4奈米工艺打造第2代自研的 C2 5G 晶片。那据新闻报道，他们说在地下室在高铁比较极端那种讯号比较弱的环境下面呢，它的速度也会提升40%左右，而且它连接的功耗会比高通的晶片省电达20%。所以这也是我们刚刚为什么提到说，其实可能在这一次 iPhone
iPhone 18 Pro 的它的整体续航力会有3到5个小时的进步，因为它是整体不只是它里面的2奈米晶片，还有搭配这个 C2 的晶片，那同时再搭配稍微增大的电池。好，那下个第17点呢，就是卫星通讯的功能升级。那先前的卫星通讯都是比较在紧急你今天要传个讯息啊，或是要紧急通话的时候，你可以去使用它。那他们说现在因为受益于 C2 晶片的整合，他们在 iPhone 18 Pro 呢可能会进一步去解放出更多卫星通讯的功能，可以让它实现更快速的紧急讯息传送，还有更广泛的卫星覆盖。那至于传闻提到这个卫星 5G 网页的浏览，可能2到5 Mbps 低轨卫星上网的功能，那因为目前我们得到的资讯在消费级的这个地方，低轨卫星的应用还没有这么的成熟，但有没有可能在今年9月就实现啊？那目前得到的这个说法是可能性比较低了，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就当参考就好。好，那第18点呢，他们说次世代 N2 本地无线通讯晶片，那这个也会在18 Pro 上面有升级。他们说进一步会将 WiFi 7还有320 Hz 的频宽，还有 4K QAM 变调发挥到极致。那可能你今天要无线传输大容量 ProRes 档案到你的 Mac 上面，用 AirDrop 的方式呢，它速度对比17 Pro 也会有很大的提升。那同时在蓝牙功能预计支援高精度距离测量的技术，那这个就是在你寻找还有 AirTag 的时候，它可以更精准的定位到可能公分啊，或是毫米等级的这个距离。但这个我觉得现在目前就已经非常的精准了吧。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快速整理 iPhone 18 Pro 系列18个重大的更新。那上市日期的话，预计就是还是在今年的9月。那我们大概就抓了这个日期，可能9月1号到9月8号，可能9月15号这3个星期会是它的发表会。那通常正式上市出货的日期呢，会是在隔一周的星期五嘛。所以呢，如果今天它预购的时间是在9月11号的话，那它出货的时间就会在9月18号。那关于很多人关心的 iPhone Ultra 折叠机这一点呢，是不是会延期？那我觉得应该上市的时候不一定会需要延期，但很有可能他们在发表的时候是同个时间发表，但可能折叠机它可能本身数量也不多，或大家需求也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出货可能会稍微延迟，或者它的出货的状况不会像18 Pro 系列这么的积极。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可能。那整体当然还是要看市场对折叠机这样的价格跟它使用的方式接受度怎么样。OK， 好，那今天18个重点更新，你们最喜欢的是什么，或你们最期待的是什么，可以在下面留言。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波烈，我们下次片见，拜。